也在工作，他就跟我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后来因为我在忙，我在忙，然后他在吧台里边，他看我在忙，然后也知道我不太想回答他，他就在我吧台上就是手支着吧台，就真的一直在看你，就一直在看你，就这样。就是你觉得莫名其妙，就是首先吧台是一个非常就店家的一个地方，但顾客是进不来的，他就一直在那儿。你长得让人犯罪，我可能是那个犯罪的人，所以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我觉得很奇怪，我会觉得很奇怪，有的人就想泡我，有的人想泡我，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你怎么泡呢？就是因为有人想泡你这件事情，首先他是一个很想被泡的一种状态，我明显不是嘛。第二点就是，你是他的菜，你又不是，所以就是你想泡别人这件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就是我觉得，酒吧老板一般都会配合客人泡他，这可能也是我做酒吧可能后期就做的不如那些老头吧好吧，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没必要就是什么，经常我不在店里的时候，经常我们的员工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有什么什么那个那来了一桌客人想见你，我说谁呀？他说就是你的粉丝，大老远来的。我说我打麻将呢，我不去。他说，那好吧，但是他们买了很贵的酒，我说我不去了啊。然后就是员工们就会觉得说我可能不太那个，就是给他们面子，因为我的很多员工其实都会跟那个就是他们的顾客就会说，我们老板那个这个等会儿可能就会过来之类的，你们想拍照就拍之类的，就经常会这样。后期我会觉得说我说你们的员工是要我来维系吗？就是因为我是有固定的给员工们支付这方面的费用的，因为我们的员工叫营销，他们是要陪客人的，就是陪他们喝酒，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玩骰子之类的。我说所有的客人都让我来去维系的话，你们手里一桌客人都没有的话，那我完完全全可以把你们辞掉嘛，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我说到最后我喝的，我去每一桌我都要喝几杯，我一圈下来我就喝多了，那这个店那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全靠我来维系嘛。所以我后来我就逐渐的我就不靠前了，因为有一些人你越跟他亲近，他反而就是会越诋毁你。我见过这种客人，这边跟你拍照说白里屠夫非常喜欢你，拍照片发了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就发了一个合照，说我跟白里屠夫那个合照之类的。我有的时候我就我刷了以后，
我就我就看了看别人那个拍的照片嘛，然后我一般看完了我就不会看那个评论区，有的时候我就会看评论区里边，就是他拍了一个照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哎，今天来百里屠夫的店了啊，跟他合照了，本人那个挺好的之类的。然后底下评论区里边有人就问说啊消费贵不贵呀？怎么样？然后底下就是说不建议来，感觉就是挺无聊的，只是奔着百里来的之类的。就我看到这种就是聊对话的话，我其实会有一点点就是无语，就是就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反正我就逐渐的我会甚至会有人说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是喝多的情况下，然后跟别人拍的合照，喝多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嗨，然后就会就是跟别人摇骰子，摇骰子之后，就是别人就会发合照嘛，也会发到那个抖音里边。然后有人说，哎，真羡慕你跟那个百里合照了。羡慕啥呀？感觉他私底下挺乱的，知道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评论，你看了以后你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跟他们走得太近了？是不是应该保持距离感？就是说什么的都有。就有的时候你开心了，然后你跟他们玩会儿骰子了，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也会自我反省，我说，哎，那你做老板的话，你别太端着，对不对？对啊，你别太端着，然后就跟他们摇摇骰子，然后会开玩笑。那有的人可能就不太喜欢这样的你，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还挺乱的，感觉哎挺随便的，怎么样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跟一些人保持距离感，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做酒吧老板这一块儿。就索性一视同仁，就不要谁来我都去敬酒之类的，除非我认识的人，比如说我经常会有一些全国各地的朋友会来，那我就跟他喝一喝，而且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人会让我去敬他们一杯酒之类的，对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连你都不敬吗？我说我说哪位？会这样考研有什么好处？我没考过研，我学历初中没毕业，所以你问我学历方面的，我不要问我，我不太懂。小大夫呢？就是我真心我想问一下，我真心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我直播间里问我对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懂就是你们来我直播间问我对象之类的，你们是什么想法呢？就是我想反问一下，我不懂，我真心不懂，我没有那个别的意思啊。小妹有没有分手？没分。没分，就你们就说有没有分手就好了，你天天问我对象在哪儿，怎么样，没分挺好的，他在里边躺着呢。我对象是一个好吃懒做，然后能待着就绝对不会那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天天问我什么你对象呢怎么着我是比较喜欢八卦。就是我不太理解的点，就是我不会上来我就会问说，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我这个人比较事儿，但是我可能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什么呢？你来看我，然后你问我对象在哪儿，首先要不你就是不喜欢看我，第二点呢，就是你对我对象有意思，
这就好比呢，就是这就好比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我跟你见面，我一般都会说你过得好吗？我不问你过得好吗？我会问你说，你妈还好吗？你妈呢？就是很无语，你知道吗？就是他会问这些东西啊，就是我的视角就是会觉得说，嗯，就是我的视角是这样啊，因为我跟谁聊天，我认识谁，我就去问谁，我不会问别的啊。对，就是你们一这么问的话，我就觉得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啥玩意儿啊。我妈好吗？都是开价了。对，就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啊，我们都希望你们好，那你就索性就问啊，你们就是你们索性就问，就是说你跟你对象分没分啊？你俩还在一起吗？就直接一点，不要说你对象呢，小大夫呢，怎么样？你就直接问就好了。我这个人就是在我的生活里边，我可以只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只要你别问我太隐私的。就比如说，现在经常会有人问说，你别墅多少钱买的呀？我觉得这个也太隐私了。你存款有多少啊？就这种东西，你欠了银行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太隐私了，我这个没办法回答。但是你要是我身边的一些事儿的话，完全可以随便问，啊。这是什么别墅多少钱买的呀之类的，我就没办法回答呀。我这个怎么回答？什么你住哪个小区啊？怎么这个回答不了？我马上吞回两个问题。有什么延时的技巧吗？想其他的事儿，就是分神，就是哎，你就想想，你比如说不敢软了，真的不就软，那你到底想干嘛？就是不是1小时起步吗？我是1小时起步，他问我的问题又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是他问我，他有这样的问题。中途停一下啊。好劲爆是不是啊？杂技师是不是好劲爆？就是韩寒我在看那个杂技师的第一个小爆点的时候，我懵了。我说啊，什么东西啊？这是电影吗？我的天呐！啊，这个杂技师太狠了啊！他就像一个 V，他就像一个 V 一样，就怎么露的那么夸张啊？主角是盲人吧？那叫钢琴师。前面不太看不太懂，就是如果说我要是按他们的拍摄风格来拍我自己的剧的话，你们得吐槽死我。主角是腿受伤了，是的。对，地板是第一个劲爆点。你的剧可千万别这么拍。图图你别老啊，怎么突然看成这么老？
在聊什么？在聊一个片子，在聊一个叫不是钢，我被那个别人影响，叫那个杂技师。一个片子叫杂技师然后比较劲爆。是不是像港片蓝宇一样？港片蓝宇一样？蓝宇是港片吗？蓝宇不是港片，是内地片吧？你去看看，吓我一跳，真的吓我一跳。它比蓝宇的尺度要大得多，它是很清晰的，清晰到你误以为你打开了，打开了 X。会抽粉丝去出演下一部剧？不会。粉丝出演，为什么要粉丝出演？就是我现在最大的难关就是演员不会演戏，粉丝应该更不会演。小大夫一个角色，小大夫也不会演。就是还是我觉得拍戏还是要找会演的，今后我不再会去尝试那些不会演的人，我以后会严格挑选演员，我不太会去冒险了，我也不太会给新人机会了，我觉得还是去找一些，就不要拿观众去冒险，就是要对观众负责任。剪辑师是我自己，剪辑其实我剪的不好，我说实在话，就是我剪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剪辑的能力就比较一般，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耐心。我剪前面可能还会用点心，我剪后面我就不耐烦了，因为素材太多了。工作时间长了之后，我就会特别的疲惫，所以我就放弃了一些标准。所以剪辑这一块儿，但是剪辑还必须我来剪，为什么呢？因为找外边的剪辑师非常非常的贵，就剪一个像芝麻一样的剧大概要50万左右，就光剪这个片子要50万，所以非常贵。就没办法。是的。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费用，能挣回来吗？我不会花这笔钱，我所有的片子要不就是别人免费给我剪，要么呢就是我自己剪。对，我哪怕我就是稍微就是剪的水准没那么高的话，我也不想花钱。对，所以我就鼓励说咱们的粉丝朋友观众朋友要去学摄影、摄像，包括剪辑等你们毕业了以后，可以拿我的片子去练练手。我们也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工人。
我就鼓励大家啊，其实你们知道吗？就是摄影师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块，就你们知道吗？就是跟拍方面，跟拍方面，就是摄影师一天就是1000块，就特别初级的啊，初级的就是1000块，一天拍几个小时，可能拍6、7个小时、7、8个小时吧，1000块，你就算10个小时，1小时100块，1小时100块，你们觉得贵吗？因为你们要知道，摄影师他不是一直举着摄像机的，就是初级的是1000块啊。你像要是稍微专业一点的话，一天5000块、3000块、5000块，我觉得中级也就3000块、5000块。你要是特别专业的那种，那夸张了。所以就是大家学学摄影、摄像，我觉得是很有用的。起码未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智能 AI 啊怎么样的，是做不到的。就是大家去学一学这个东西。剪辑其实不建议大家学，剪辑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剪辑师如果说片子着急要的话，都要睡在公司里边的。而且剪辑是非常消费脑神经，耗费那个视力的。所以就是剪辑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你别做。这个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就是摄影摄像的话，大家学一学真的是非常赚钱的。如果说你在北京的话，我觉得你一个月至少能工作20天，一天保守估计1000块，20天2万块，而且工作比较灵活，时间比较灵活。因为摄影师都是按天算钱。而且就是这个活儿，你越干，其实活儿越多，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个活儿。所以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去学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很多时候我都给自己生活填得很满，我把自己填得很满。你看我这个不做酒吧之后，我就开始储备这个买房子、装修之类的，所以就这一段时间刚忙完，就这2天我刚忙完，刚刚忙完，所以就是紧接着我又到了一个恐慌期。我今天为什么直播？因为我觉得自己待着好无聊，好憋得慌。就是我甚至我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做，但是眼瞅又要过年了，所以这段时间我应该很难熬，就是闲不住。我自己会希望自己生活满一点。我其实最开心的，我最开心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又拍戏，然后又开店的那个过程。就是每天好忙啊，那段时间就是我经历过2个这个阶段，每天拍戏，调度所有演员，然后装修，开酒吧。我那个时候超忙，每天都恨不得3头6臂，那时候好开心。还卖衣服吗？现在卖衣服不赚钱，为啥会允许自己闲下来呢？为啥不允许自己闲下来？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算是自由职业，像我们这种算是自由职业，就是
如果你闲下来的话，没有人给你支配工作。对。我以为你是买的哪个衣服啊？我看你买的衣服赚不赚钱，赚不赚你的钱？你就说你买的衣服多少钱吧。你花多少钱买的衣服？什么时候买？158那是赚的。哪一年啊？好久没卖这么高的价格了。对，那个时候是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电商冲击还没有那么大。电商冲击没有那么大。现在电商都是赔钱的，就他们批发的都是赔钱的，因为他们就是那个利润太少了。你像一件衣服，他们现在一件 T 恤，他们要卖30多块钱。但你们要知道，就我个人而言啊，就是我自己做过衣服，比较一般的衣服的成本都不止30多块钱，就是光衣服的成本。我是这么跟大家说，一件 T 恤，一个 T 恤面料30多，刺绣1块钱，打板10块钱，这些也就差不多了。然后还需要装修，不是装修去了，需要那个就是包装，需要吊牌儿，整体的加起来可能一件衣服的成本要在40多块钱。这是我做衣服的一个基本成本。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要搭配一些什么卡片呐，一些高级的包装啊，然后再加上邮费啊，一件衣服的成本大概就在50左右。如果说你卖100块钱，你能赚50块钱。但是你要考虑一点是什么呢？那些我们做衣服的时候，它要求数量。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 XL 号，你卖的比较好的话，你来50件、100件都没问题，因为我们尽量的批这些衣服呢，都是50件、100件的批，但是是一个尺码要批50件或者100件。你要少了的话，比如说我来10件的3XL，人家是不愿意给你批的，人家不愿意给你做的，你只要10件，人家打板人非常麻烦的，所以说人家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你要是强这么做的话，人家就得增加费用。可能你100件是成本是45，你200件是43，你1000件是35，但是你要是10件的话，可能是50了。所以就是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大家都卖那些不好的货，或者说卖那种压的货，所以压的货大家都往外甩的情况下，大家又希望冲销量，因为所有人都在甩，你怎么能杀出来呢？你比别人价格还低。这就好比我们做酒吧的时候是一样的，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没有生意，所以大家就想着说，我酒吧空着也是空着，我赶紧低价往外弄吧。结果疫情期间低价往下打，疫情结束之后价格提不上来了，有的人就说，那我的那个房租这么贵，我还是价格往下弄吧。哎呀，就别让就熬过这段时间，先让人看起来多一些。结果就这么的，你家19.9块，我家18.9块，
你加18.9块，我加17.9块，就越来恶性的那种，就是哎呀，就那种抢生意，完了，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每家都不赚钱。这就好比现在的电商，这电商你就想10几块、20几块的衣服，成本怎么来呀？你们就想一想，除非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货，它的数量已经达到某一种程度了，它可能剩了这么多，它可能卖的就便宜。但你像那种小的那种店铺，小的那种店铺你根本就盈利不了，你甚至都亏钱。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卖衣服了，因为我卖衣服，我按照我的常理的话，我起码得卖到100块钱以上，我才有盈利。因为是包邮啊，有的孩子家里住那个新疆，邮费他妈30多块钱，我卖50多，我卖100块钱，50多加30多等于80多，我利润才20块钱。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卖衣服了，因为很多人都他妈往死了降价，就不管别人死活的，就是恶性竞争了已经，乱了，现在就所有人都乱了，那你这没办法，我就不做了，就是不做了。那别人的衣服怎么赚钱？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就比如说那个这个军呢，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小店铺，我呢手里大概有100件衣服，我不着急，我慢慢卖。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大店铺，他手里有1万块钱的货款，有1万块钱的货，他需要这笔货来回笼自己的资金，他没有钱了，他现在就不想赚钱了，他就想保本就行。保本，看来保不了本，那我就低价卖，我就赶紧把这个钱拿回来吧，我就赶紧就他妈捞回来吧，让自己少赔一点，要让他压着也是压着，所以就导致了他低价卖，甚至都赔钱卖。他就想，因为他这个货他压了太久了，他拿不回这个钱了，那怎么办呢？你越放这个款，它可能过时了，或者说这个货越压它越旧了，他就没办法，他就捞回来。就好比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小酒吧，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小酒吧，然后我们把价格定的就是比较的高，因为我们人工成本比较高。但有一些大型的酒吧，就是那种4、5千平的那种酒吧，他就往死了降价，他走那个就是走那种就是什么呢？走那种团购，19.9来这儿一打啤酒，2个小吃，他为的是什么呀？因为他场地太大了，场地大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的成本高。比如说我这一天的房租，我的小店的房租一天可能是1000块钱，他可能一天房租要5000块钱，他没办法，他得走量，他也不指着赚钱，他不指着就是那些团购去赚钱，他指的是那些大哥来赚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散台都是团购19.9，都是赔钱，都在那块喝19.9的，都赔钱。但是呢，大哥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大哥说，这个场子不错，这个人挺多的，其实那些都是赔钱的。大哥一来，在这喝吧，然后他们就在这喝了，大哥就开始点高级的酒，所以他们就是通过某一些东西能赚回来，但小店是赚不回来的。这回你们能懂吧？有些人就是恶意竞争，他不管别人的死活，但是他们最终走的一条路也是，他们逐渐也完了，因为大哥也没钱了，他们的价格提不上来了，就导致了现在的所有的都完了，所有各行各业全完了。你们就仔细看，各行各业都不行了。
你们知道那个肯德基、麦当劳这几年大哥为啥没钱了？整个经济，就非常简单。什么叫大哥呢？就是你在我们眼里，什么是大哥？肯德基、麦当劳的那些人，就是开肯德基、麦当劳的人是大哥。比如说这个人他有2家肯德基、麦当劳，他加盟了10家肯德基、麦当劳。然后呢，因为经济不行了，所以这个肯德基、麦当劳大家没有人来消费了，所以大哥就必须得关掉几家，赔了几家，他就没钱了，他就没钱了。没钱以后，这酒吧就没有人来消费了，没有人来消费，他又降价，降价以后，他吸引大哥来，但是大哥没钱了，好多大哥逐渐的都没钱了，就是这样。现在是整体的经济都不好，所以就现在有钱的大哥也有，但是也不像之前那么花钱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现在直播行业也是这样，你很少能看到那些直播上就是那么刷礼物了。之前你去哪个直播间里，你都能看到1-2个，现在没有。好多人换车，那好多人还都在换房呢。那是一样的问题吗？你换代表着你一定有钱吗？我也是在换房子，那我换的房子一定是越换越好吗？而且你换的房子一定是你的全款吗？你换的车一定是你的全款的车吗？为什么有人现在换房子换车？因为现在贷款的利息往下降了。整体大降价，房子在降价，车在降价，利息在减少，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节骨眼我去换是对的，对的。就经常会有我会刷到那个视频，就说那个什么大环境不好，你别赖大环境怎么样的。那为什么有人赚钱呢？这句话适用于之前，现在真的是迎来大环境不好。就是之前你可以拿这句话去对别人，什么你一做啥大环境就不好，现在是真的大环境不好了，你们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你们现在有钱的攒钱有钱了一定要攒钱。你们现在还有钱的消停点，这几年别创业把这个钱攒好了，未来可能会有经济的更严重的问题。你现在有钱，你一定要存好了，你千万不要乱花，这是我要告诫你们的。说不定你们就能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这个节骨眼，你们能就是超弯道能超过好多人。近2年，大家创业什么的一定要小心。我起码就作为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2年不会创业这2年我不会创业。我说实在的，我这2年我都谈恋爱我都不敢谈。我现在没办法，小大夫也甩不掉，对吧？我要能甩掉小大夫的话，我也不跟他处了。就是这几年你适合自己生活，你没有办法，就是现在活着太难了。他在你旁边，他在房间里，
真的是这样，你能活下去的人，哎呀，太难了。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别墅区嘛，真的，有好多人做生意赔的，就是房子抵押收不回来了，被银行收走了，发拍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深圳更常见，太难了，不吓唬大家啊，所以你们现在有钱的，你们偷乐啊，捂好了，把那个钱都捂兜里捂好了啊，这咱们千万别嘚瑟，就有钱现在毕竟是少数，就是经济不好，可能这次的经济不好，比之前要更严峻，而且这一次的经济不好是被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我们这代人其实比之前那代人还要难，未来可能会更难啊，逐渐的，你们就知道了，确实是有一些大问题，会后悔之前花太多吗？不会啊，我没有觉得我做，不能说全部吧，我做的95%以上都是我自己非常理性的去做的事情，没有后悔过。我觉得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冲动下做的，包括什么开酒吧呀，买房子呀，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其实都是2、3年前我就在去做这个规划了。我不会就是说突然兴起我就买一个之类的，我没有那个能力。对，我包括就是说我买这个别墅啊，也是我在半年前我就有这个计划，我就买别墅，所以我就也不是半年前，可能几年前就有了，就是一直都想有个别墅嘛。然后就在这个房价最低谷的时候就买了，对吧？可以推一下吗？可以推一下，但是那个回眸一笑，这个沙发不便宜。就是你觉得我那个沙发多少钱？如果说就是你要觉得太贵的话，我就不给你推了啊，因为这个沙发不便宜。啊，你后悔买房了？不要后悔，我觉得买房子到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正经的事儿。孩子们，你们听我一言，买房子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哪怕就是他亏钱了怎么样，人的底气是来源于你拥有的东西，你拥有了一套房子，你自然不会就是被房东这儿撵那儿撵的，哎，我房东我要卖房子，我就说我孩子要结婚，我要收房子之类，这种情况你不会再经历了。你不会退房的时候，人家扣你一堆押金，然后觉得你把这个墙弄花了怎么样，就别人说不出口了。所以你这些底气你一定是有的。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去后悔啊。30年的贷款，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觉得贷款很严重，你有钱的时候你抓紧时间还一还。比如说你这现在贷款都可以提前还的嘛，等你未来突然发了一笔横财的话，你赶紧拿出一些把这个贷款一下还一下，一下可能都还清了，或者说还大部分了，甚至能还个几年，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点。所以贷款没什么了不起，你要不贷款你永远不会买房。你就看人的财力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定数的，就是可能你省吃俭用，但你永远凑不够买房子的钱。但如果说就是说，哎，你买了房子之后，你可能首先
你就有个家了。然后其实你的生活依然是那么的紧凑，但是你要没有房子之前，你也不会多宽裕。买个2座的，放卧室用，1万元买个2座的，2座的，越华也有吗？买个2座的可能1000块钱，1500吧，1500，2座的1500，我可以给你推，然后你过去买的话，我还有提成嘞。对，打呼噜声音吗？是我家狗在跟我撒娇。真皮的吗？我那个是布艺的。因为我是南方城市，我是广东，我是广东，是深圳、惠州这边，所以这边是不流行真皮的，因为会有回南天，我们会更喜欢布艺啊，而且就是真皮其实不太有那种温暖感。你去找小大夫去，找小大夫去。你要拉屎是不是？你找他，去吧。你去找他，去吧。小大夫在里边呢，去吧。喜欢布艺沙发吗？当然喜欢。布艺沙发是会让你，你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嘛。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光膀子在沙发上的话，布艺的沙发会更舒服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光膀子你会有汗，但是你那种皮质的你会觉得哎呀好黏，不舒服的。所以就是我一直都不太喜欢皮呀、革呀、什么科技布啊这种东西，我更喜欢那种棉麻的。棉麻的可能会更亲肤一点，这个当然看个人，你像我们这种布艺的不好打理，对，你得需要买一个那个就是什么沙发清理机，就是那种水蒸气的那种可以垫一层。这个我真的我不敢恭维，就是有的人说可以垫一层啊。你家沙发上，然后垫一层，我不敢沟通，就是这种审美我不敢沟通我不会垫一层，我从来不会把沙发上就是什么这个罩那个毯子什么的不会，它就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出品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单品，方便拆洗，这个是你。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的问题。你可能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你觉得能忍受的，我忍受不了。妈咪找你了。他拉屎啊。我懒，我好吃懒做。皮的要长时间吹冷气，汗脏了呢，所以就是有一个沙发清理机，我会很爱那种东西，因为它属于一个蒸烫，然后又吸那个状态，就是它
对，所以它很有用。布艺会发霉吗？不会。你的衣服会发霉吗？你觉得是你的布的衣服会发霉，还是你的皮的衣服会发霉？你觉得？对，我觉得是皮的会更容易发霉。你的床单发霉过？那我这个也没办法说，就是如果说你的床单都会发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不同。对，生活习惯不同。不一样。反正我会更喜欢棉麻布艺这种。你像皮的不太会用皮的，不舒服不亲肤。配了一副新眼镜，没有小大夫的。小大夫眼镜我戴是 OK 的，而且还挺清晰的。我自己也有一副眼镜，我的眼镜是，我的眼镜没有小大夫戴这个眼镜这么舒服。我的眼镜就是，我戴我的眼镜的话，就是我的东西会缩小一圈儿，就是我戴我的眼镜，我看物品就是会很小。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就是我自己的眼镜，比如说，这个东西，我戴小大夫眼镜，它就是正常大小，就是我戴不戴它是正常大小。但我要戴我自己的眼镜的话，我的眼镜看它就是会比较小，字也会比较小，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也会看得很清晰。是突然就白头发了？我没有突然就白头发，我一直都是白头发，因为你不总来看我。我日常生活里边我不染头发就是白头发。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代表他一定不了解我，没有经常来看我。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去过多的去聊，因为这个它就是我日常就是这样的。对啊，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凡问我说什么白头发，头发怎么白这么多，怎么的，那一定是不了解我的。这个我没办法说，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白头发。从几年前开始白的，我好像一直都有，但是可能近五六年可能会白的会比较多一点，没那么明显。染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染。对，我为什么会显得头发白的很多？因为我就是两边白，然后两边一长的话就显得头发很白，白的很多。
你以前拍的微电影特别爱看，现在投资人也变得少了，也不知道明年能不能正常的拍，反正现在是有写剧本，是有写剧本。你老公啊？你老公很有名吗？你挺有天赋，挺喜欢哪一方面的天赋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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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想敢干的人，对，我充其量是这样的人。你要说就是什么有天赋之类的，我不觉得这算是天赋。是的，两边剃光了就看不出来。就我经常是对一件事情我可能有兴趣了，然后我就在那琢磨，琢磨之后呢，我就想去把它落地，然后说落地我就落地。有没有提前出的可能？也会有吧。你也算是跨越阶级了，什么阶级？在楼下看电影没有？他在里屋躺着呢。刚才说他懒，他不开心了。你是男一号吗？什么？我是男一号吗？说他懒，在那块生气呢。近些年有新电视剧吗？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但是明年能不能播我不太确定，就是能不能拍能不能播我不太确定，因为看情况，就主要是没钱嘛。现在大家都没钱，然后不想去，因为拍剧其实都是比较需要钱的。你不是要拍微电影？我不拍微电影，拍微剧。拍这个成本是大概50万左右，成本大概是50万左右。但是这不包括剪辑的费用，如果加上剪辑的话，一共是70万左右。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微电影和微剧是有区别的。所以明年我尽量出，但是可能也会，能解释一下吗？解释一下呗。电影和电视剧不了解吗？电影和电视剧不了解吗？什么叫电影？什么叫电视剧？这个很难理解吗？知道就好了。那我还解释什么？电影只有一集，对，这么理解就是通俗，比较通俗易懂的解释。先把就是剧本先写了再说，因为也不确定有好的演员。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按照我的个性的话，明年应该会出一部。有演男一号吗？不知道。
题。我日常生活当中里有2个好朋友，然后他俩都有对象，然后我也有对象。我们其实就是最近，其中有一个好朋友他出了点问题，就是他对象跟他有一些经济纠纷。然后我看到以后，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我其实近1年的时间，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分手了。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钱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也，你当时你真的，我那个朋友跟她男朋友吵架，其实卡了吗？我卡了。刚刚是卡了，现在不卡了是不是？就继续说这个话题啊。我现在就会比较吃力的那个状态，比较疲惫。然后现在我那个朋友可能跟她男朋友已经开始走一些比较残忍的一些方式了。然后包括我不是说我跟2个朋友，我们仨在一个群里面。那个朋友跟我说其实他感情上也出了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也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她男朋友没有找她，就是有经济纠纷，但是她另外就是她的男朋友是赚的比较少。她说她男朋友赚的比较少，然后导致她压力很大。我说太能懂了，因为现在不是一个人赚钱然后就可以担负起来的，现在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节吧，它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我也是这种感觉，其实现在我也是比较吃力，因为钱。是不是因为谈恋爱花钱太多了，少花钱就不能在一起？就是现在可能你们要知道